拍了 X6之后，现在来一个 X5，踩完，压箱放 Sport， 踩完，压箱放 Sport。 然后我踩了一半油不放。Damn，OK。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在我身后面这个是一个2015的 BMW X5 35i。In case 你们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乱哈。35i 是一个3.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N55， 30D 就是 3.0的 diesel 咯。然后还有一个2016年之后呢比较火卖的 PHEV Plug-in Hybrid， 那个是2.0 Turbo， 还有这个插电式的哈。这辆车有一点小改，最主要是动力上面有提升啊。那我们去看一下改好的 BMW X5 的性能到底有什么 ？Let's go！ 这个是一个15年的 BMW X5 35i， 后面有 i 的就是 Petrol 汽油版，如果后面写的 D 的话，它就是 Diesel 版啊。不管是 Diesel 也好 ，Petrol 的好，它都是 Turbo 的哈。当年2014年推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将近600千。35i 呢，它是搭载这一个3.0的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它是 Single Turbo 啦。还有就是 30D N57的 Single Turbo， 然后 Diesel 涡轮增压啦。16年之后呢，它才推出了 M Sport， 然后它是41插电式的 PHEV 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啊。这一颗就是 M Sport 的轮圈啊，车主呢就是因为好看，还有就是前后的尺寸不一样，有大小嘛，然后他就把它放在它这款车。你看这样子看下去很像 M Sport 有没有？当时我驾 X6 的钥匙哦，也跟这个款是一模一样的哈，尖尖的锁跟解锁啊，解锁了之后啊，我很喜欢那个车头灯有没有？这个就跟 F10 528i 的 LCI 同款的那个框很好看哈，这里有一个雾灯。这个就是我觉得 X5 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哦。这辆车的避震器哦，就换上了 BCBR 了的，前面大概调25，后面调30左右啦。前面是一个双 AB 哦，你看它的暗几大个，后面是一个5连杆，我相信是啦。这辆车的轮胎前面为255 50R 19寸，轮胎呢是配上的 Goodyear 的 Eagle F1， 后面为285 45R 19寸，所以 Staggered Rim。X5 不管是买到任何的款，都是 X-Drive， 我们称为叫 All-Wheel Drive， 前单活塞刹车卡，前后也是单活塞。Yes， 有的。哦，我喜欢 X5 的设计就是哦，它除了可以开到上面，它其实下面还有一节的，然后你可以直接通过这里拉杆拉一拉。OK， 它是 hydraulic 的。这样子来上下行李，我觉得蛮不错一下。尾箱空间大概650升左右，如果把椅背做倾倒时下，可以做到1870个L左右啦。我还以为 X5 是一个5人座车来的，然后原来它是7人座的车。你看它把椅子收下去了，它是也是一个备用啦，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咯。哇，长知识啊！所以它这张座椅还可以调前后。关闭尾箱呢，你就要先关掉这个，然后上面这里有2个按钮啊。一个是关了尾门之后，它会锁掉4个门，或者是只是要关尾门的。大型的 SUV 哈，
我觉得上下的空间还比X6好一点，因为X6为了做掀背型啊，所以我上下车的头必须要歪一点点。后面这个是标配的哦，有2个小电视机啊。这辆车有内饰气氛灯啊，原装的啊，质感就跟X6一模一样哦，设计也是差不多啊。这边的15年的车到现在后面这里也没有年哦。中央扶手，还有2个置杯架。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身高大概173，这里大概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一个多拳头多一点。虽然这辆车是4轮驱动，可是中间这里鼓起来一点点而已，跟X6一样非常温馨的。会打开一个小灯在脚这边，让你看到你的脚。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还有的调温度哦。这里还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哦，这边还可以打开车尾箱哎，跟X6一样，气氛灯在这边。可是这个年份随着久了啊，它就没有这么亮了。它不是 M Sport 啦，所以它没有那个扩展腿部的。左右侧的这个腰部支撑就没有 M Sport 这样子凸出来了。可是它坐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有2组记忆座位，还有8项的电动调节，风琴式踏板。原本是没有 M Sport 的方向盘啊，但是也没关系，车主也换上来一个原装的啊。怎么看它是不是原装呢？你就看到它的 pedal shift 它是这么厚的。如果你是换 aftermarket 那种呢，样子是一样，可是它的 pedal shift 是尖尖小颗的 airbag， 至少它是原装的啦。那我们就来打着这一颗 N55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的引擎。Oh my god！ 哇，那个 inline six 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棒哦。哇，当你开了 N55之后啊，它的顺畅度真的是不一样的哦。怠速大up的时候哦，这辆车就给到你非常的顺了。中控这边就跟X6真的很相似啊，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啊。这个 iDrive 呢就它是唱机也换了，也是加了 Apple CarPlay 的啊，这些我就不多说啦。你还可以看到 My Vehicles， 然后你去到 Vehicle Status 啊，这边就可以看机油 Engine Oil Level， 这个要跟X6也是很相似，置杯架。一些 power socket， 这个鸡腿呢就一样啦，很熟悉了啦。宝马有2个 Sport， 一个是变速箱的 Sport， 还有一个是驾驶模式的 Sport。然后当你切换到这一个地方，就有 Sport Plus、Sport Comfort Eco Pro， 回去 P， 看到吧？电子手刹 Auto Hold， 还有中央扶手。方向盘的上下也是经过这个电动来调节的，所以它可以调得很外面哦，很适合我的角度哦。因为它不是小改款啊，所以仪表它是 analog 的，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个 analog 的。这个 analog 还有分为高配跟低配的哦。以前的523它只是小个 screen 在这边罢了，如果是528i 呢，它就是 full screen， 像这辆车这样。如果要调节一些资讯的话呢，你就按上这个 BC range 指南针，它的油耗、瞬间油耗 km/h。就大概是这样了哈，右边这边显示你的档位，还有这个 recharge， 还有你的瞬间油耗这样子。下面这边还有自动远光灯，还有自动雨刷，这里 auto。这辆车还有360哈，把灯就在这边。这辆车有陡坡缓降，当你打开了之后啊，通过这个小拨杆来调速度的哦，最多是25，最低就是8，还是不适合下山的。哪里有可能人家下山只跑25 km/h 的？打开这一颗引擎盖。打开头灯方式也是很熟悉了，小拨杆我非常喜欢的。然后这个仪表呢，开了头灯之后它是变橙色的，如果是关掉灯的话它是白色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格。前面 bumper 这边会出风，让轮胎或者是刹车卡钳降温，直到这边再出来。代号为 N55的一颗3.0公升的涡轮增压的直列6缸的引擎，原装可以产生306匹马力，还有40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一个8速的 ZF 变速箱，它有4轮驱动，0到100为6.5秒 ，top speed 250 km/h 左右。改了一点刷吧，车主自己刷了 BM3 的 ECU Mapping Stage 1，XHP 的 TCU Stage 3，虽然变速箱有做过调整了哦，换挡应该更加的爽哦。K&N 的 Intake Dynon Ignition Coils Iridium Spark Plug， 它的改装就是这样啦，然后迟一点可能会改 intercooler 啦，在近期的时候啦。涡轮增压6缸。我觉得宝马爽是爽，真的是它6缸自然吸气也好，只要在它5、6千转的时候发出那种声音哦，有一点爽，好像我在驾 VTEC 那种爽，我真的是很喜欢。所以车主就是之前看了我试驾X6，他就问我要不要试驾X5，X6柴油的那个卖掉了，迟一点会找一个X6 petrol 的。OK， 来我们去试驾 ，Let's go。我们现在去 fire up 的 N55， 现在是 Eco。宝马用 Eco 还是有力的哦。是真的吗？的确啊。它 Eco 它就会跟你剪掉那一个。你看 Eco 这样冲的喂。没有
哦，它减掉 rear wheel drive，没有，它变rear wheel drive，它少一点那个 kick in 啊，所以它省油了。它就 more to rear wheel drive。哦，原来有这样的。以前在X6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到。然后呢，这辆车原本后面是 air suspension， 跟那个X6是一样的。可是我讲真的，我没有很喜欢那个 air suspension， 我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舒适啊。你讲舒服又没有很舒服，那我也不懂它的定义在什么。它这前面反而用 spring， 后面就是用 air suspension， 我不懂啦，不懂为什么啦。哇 ，BCBR 下去好像比较舒服嘞。调了很久啊，你看抓了很久。藤原拓海也是爸爸调那个 A186也是调了很。你的 exhaust 还没有换的是吧？exhaust 还没换。哇，它有那种微微的声音，很强一下那个 inline six。哇，如果你换了 downpipe 加一个 exhaust 下去，那个声音就已经有 downpipe 了。哦 ，downpipe 有了。Super Circuit 的。哎，现在你刷 BM3 啊，你有上过 dyno 吗？有，大概390这样。不拉位390匹啊。OK， 所以我们今天驾的是一个 sleeper 车啦哈，所以我相信车主 Vincent 哈，他也是很喜欢那种 sleeper 车，像我这样的。你不要看我是一个大番薯，大亮这样哦，但是我的动力哈，你不要跟我玩。看我现在用 Eco， 哇，有那个 XHP 就是不一样。你看它换挡很极致的哦，你看它的针上下，要丢一下才可以驾。电脑比较好加，真的。有时候1号牙跟2号牙之间，它好像会有点要想一下这样的。这样电脑会比较比较直接一点来。要还是不要啊 ？Yes。然后连你用 pedal shift 的时候，它的反应也是快很多。我 most of the time 我是用 pedal shift。哦 ，OK， 哇哦 ，OK。闪一下这边，然后嘞，哇，它的档位置在 ready 给我嘞，好像不用想了的。OK，approve XHP， 每一次我驾 XHP 的车啊，我都很开心的。然后就算它的 engine 没有 tune 都好哦，它有 XHP 哦，那个车就整个精神掉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要动力强大的话，我觉得你 tune 那个压箱都非常的好驾的。这真的是，它不会给你就 start engine go 啦。这样吃黑优惠吗？这黑优惠啦。那正常的话，有时候 manual 都有讲哦，5000公里 top up 1个 liter 这样子。1个 liter。可是我的 valve cover 我订来了，还没换。因为车厂那边朋友大概要1个2天了，然后我讲来不及了，因为我是想弄了才给你什么的。没关系 ，service 好了 ，service 好了。哦呦，精神掉喂，我才踩一点点油，为了28千。我看我的朋友Sport 应该会吓到我这个动力，如果我真正踩起来的话。真正踩起来，我有去过槟城，2个小时多到了。你其实去槟城哦，有一个技巧，你半夜开车。我是半夜开。然后没有车的时候，你缅甸150了，你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没有。直接到岛里面。如果你再快一点，2个小时哦。我有试过220、230。哇，这个 BCBR 的开高速的时候，它的感觉又比较稳很多，它不会好像 air suspension 会比较 floating 啊，会跳一下，还是不懂嘞，我感觉到就是怪怪的嘞，不舒服嘞。我觉得现在 OK 嘞，很 OK。对哦，忘记跟你们讲，如果做 XHP 哦，它的牙会有讲，现在是 D， 然后哪1号档这样子。如果是原装的话，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哪1号档，除非你是用 pedal shift 啦。哇，牙很精神呢。Damn， 不懂什么，加 X5 好像加超跑这样，现在加 X6的感觉就我不想要快。不懂什么，因为觉得那个车更大辆，然后更重的感觉，就没有想要开快，没有想要跟人家斗啊那种感觉。My own business 的感觉。呀。就这样，每个有自己的 character。对，不一样的定位啦。OK， 我们去 spot 一下啊。
那个是因为 K 那你换了filter，它会有那种好像 Westgate 的那种声音。那个 blow off 来的。哦 ，blow off 也换了。Double smart。double smart。double smart 对。你看啊，怕了嘞。哦，精神。你看我现在 Sport 哦，它会拉一点点高转。如果我放去压箱的 Sport 哦，你看它的转速又在更高。这时候我用 pedal shift 的话，哇，摩托喂，什么鬼？哇，它的反应真的。很 instant 的，今年。哇 ，instant， 哇，很精神，哇，不一样哦，character不一样去了。你要放弃 Sport 啦，你放弃 Sport 的压箱，它的感觉又不一样去。对哦，设定的不一样。总之是 anytime ready 啦。讲真的，我驾了这样多年的这个车啦，DSG 快嘛快，可是有时候某个时候那种中段加速，它给到你的反应哦，其实 ZF 更好了。ZF 你看它换压又快嘛，也是一样快，可是可能 OK， 你现在放开那个 throttle 啊，那个 Lego throttle 的时候，你再踩回的时候DSG 有时候要想一下，它才 downshift 这样子，会空掉一下下，然后反而 ZF 不用了哦，直接来了哦。是啊 ，ZF instant 哦。对。哇！所以我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喜欢 ZF 多一点。坦白讲，我也是研究了很久，我是到最后选 ZF。没有tune的话都 OK 的，如果tune的话。tune了它就 response 更加好哦，它更加聪明了，好像压箱加了 AI chip 这样。哦，对，你要舒服也是可以，你要 sport 也是可以，这个是我欣赏它的一点。那之前我驾那个 RX7 对，RX7 就S7，然后是dual clutch 嘛 ，DSG 那个Astronic 的嘛 V8 的然后有人就是移植啦，plan 那个 RS6 的压箱下去，也是 ZF 来的。哇，我两个都驾了，ZF 真的是给到的性格不一样。是，所以我就讲 ZF 它的那个 precise 很准，它这样跟你融合一体，你知道你要什么。很聪明啊，压箱很聪明。一个车哦，可能它的给到你的马力不大，但是当它的压箱给到你的反应，还有它的 ratio 反应跟它的速度啊，那个车小马力也可以加到很快一下的，然后给你的感觉又不一样去。所以我觉得宝马它厉害的一点就是，除了我的方向盘的那个精准度，我的油门的精准度，然后它压箱跟它 engine 的配搭是绝配。我发现那 N55的那个 oil temp 也是很低一下的。那天我驾莎我也是感觉到，怎么它比一般上的N20啊，或者是 B48 啊 ，B48会低，但是比 N20低哦。You see that? Yeah, it's fast， 很快耶，那车，哇喂，那个声音，嘿。那底车真的是熟一点啊，底车是赢在它省油，然后不用这样高转就达到它的那个 top 来了，然后 top speed 还以为是真的熟啦。OK， 我们来试一下0到100啊，踩完，压箱放 sport， 哇，它的过弯也是可以哦。一直来，它玩后面的，然后我踩了一半油不放，engine玩后面。OK，可以了，很稳嘞，很稳，很稳，真的稳。
一点都不像在加这样的速度。不过它怎样都是一辆 SUV 啦。SUV 啦，跑还会爽啊，这是。我觉得 spot 过了啦，这是。对啦，哇，这个走远路爽。是啊。椅子又给到。我是弄来走远路。呀。像你的 iX 敢走，应该是很少来走远路啦，因为打油也是5分钟吧。哇！哎呦，中毒啊！这个动力中毒啊！看了的，那时看了的没有。我看下动力。我觉得 C Sport 会给他会讲很快那你打满这个油啊，要多少litre啊？85。哇哦，也是很大缸。85litre。我很记得X6 diesel我打250块才打满。哦，那个油桶更大哦。很大，250块的，因为我打是 B7，3块041litre，那个就。但是可以走很远哦，样子。它可以走很远，1000多 km 了。哦。我这个如果我加150、160、160、170这样啊，我可以走大概700多 km。700多。700多 km 一桶油。在 daily drive 就比较。daily drive 不可以，要 highway。daily drive 这样子的话，以我的脚的话，400多、500这样。400多。稳吃米粉，因为它的 brake 都够用嘞。它的 brake 就是够用。虽然这个车重哦，但是它的 single port 是 handle 得到，它是大力的。因为在家买我是 downshift 的。对对对，它会 downshift 的，对。就这样哈，所以没有换。够用的，够用。因为我们也没有每天跑到这么高嘛。这样也是。就 pick up 而已嘛。到时间了换 brake pad、brake rotor， 这样哦。我很喜欢这个在 highway 哦。来咯，但是 highway 没有问题。那我 cornering 也很好，是要 cornering 一下嘞。宝马就是宝马，对。你叫宝马跟同级的 Mercedes-Benz 哦，真的你爱驾车人，你就不会去选 Mercedes 的。对。你就是要 logo 罢了，然后它的内饰比较好看哦，外观也好看哦，但是它给到你不像宝马这样人车一体那种感觉。Exterior 肯定不用比啦。我忘记它很机智哦。OK， 现在我们就到一个弯的时候了，所以这样子有 X-Drive， 然后我放弃 Sport 的话，应该会比较愿意 4-wheel drive 这样子去啦，应该是啦。虽然我没有在看它现在用多少动力这样子，那我们试一下百事来过弯啊，试一下。稳吃米粉肉。虽然是有点推啊，因为比较重，可是 OK， 还 handle 得到，OK，very good。看我们直接登顶了啦，直接不用停了哈，OK 了 ，Let's go。还有 auto brake， 关不掉。我有试过一粒球落过来，他跟我转 brake。有球啊？没有，我的车家后面拔档嘛，我在走着，然后有一粒球过来，他就把你踩 brake。很烦的，很烦。但是也是一个安全啊，还有一个辅助你一下啦，不能单单靠它啦，把它 at least 会帮助你一下下啦 ，OK。好，那我们就来到山脚呢，我们的老铁们就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冲上云霄了哈。OK， 那 BMW X5 N55真的要给一个赞的，它给的动力真的是爽，声浪也是非常非常的爽。OK， 那我们就关掉compressor，然后我们就开窗。现在很爽哦，不冷哦。下一集影片再见。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啦，各位。